既然约在这鱼龙混杂的16铺码头见面，就说明他要给我们的东西见不得光，但也价值连城。哼，沈哥，可现在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整整半个时辰，江面上的货船都快截流了。他可不是个喜欢迟到的人。他不会迟到，除非他永远来不了了。你看码头西侧那条运货的宝船，上面的灯熄得太不是时候了。那是永安百货，专门用来运送江浙丝绸的快船。平时这个点正是伙计们卸货的时候，今天怎么连个灯火都没有？看来我们的委托人在把东西送来之前，就已经被人截下了。这批货关系到上海滩最大的绸缎商荣家的身家性命。如果他出事了，那荣家现在恐怕也……既然线索在码头断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去风暴的中心。荣家今晚不是要办老夫人的寿宴吗？那正适合我们去送一份大礼。幸好我提前在市井房间留了个心眼，用几块苏式糕点从荣府的管家嘴里换来了这个。沈哥，我们走吧。上海滩的富商都喜欢用美国产的福特轿车，车胎硬、宽大、沉稳。但这地上的痕迹却窄而深，是拉货的人力板车留下的。怎么会允许一辆运货的板车从正门的车道大摇大摆地开过去？这不合规矩。不是桐油，也不是汽科底盘的机油，这是菜籽油，而且是老字号升昌号特供面馆的蔬菜油。这味道我很熟悉。那这蔬菜油能说明什么？总不能是荣家要在寿宴上请客吃阳春面吧？升昌号的面馆在城隍庙，离这里隔了半个上海滩。一辆运送厨房剩油的板车，特意在寿宴开席前赶到荣家。这只能说明他们在处理东西。他们在帮人销毁证据。那个在码头失踪的委托人，恐怕已经变成这辆板车要运走的货物之一了。这荣家果然是个龙潭虎穴。龙潭虎穴也得闯一闯。记住，进去之后，你负责和那些阔太太们聊聊旗袍的面料。荣家的家底都藏在女人的衣柜里。放心吧，沈哥。论起这上海滩时兴的苏绣和杭绸，那些太太们加起来也没我挑剔。今晚保准连她们底裤的颜色都给你问出来。那位就是荣老夫人。虽然穿了一身大红色的福字折丝旗袍，面色红润，但她身边的丫鬟在递茶时，手指一直在发抖。那个管家就是升昌号老板的小舅子，他一直在看手帖，每隔3分钟就往偏门望一眼，像是在等那辆板车折返回来。老夫人的翡翠是极品老坑料，平日里宝贝的紧。那上面的血迹还没擦干净，看来刚才在内屋冲腹发生的非常激烈。一个过瘦的老太太，手里居然沾了人命的血，还能在这稳坐泰山的听着留声机。这上海滩的生意人，心比这晚冬的江水还要冷。这位先生面生得很，老身在上海滩伺候了荣家20年，似乎从没在荣府的客单上见过您2位的名字，不知是哪条道上的朋友。管家说笑了，我们是永安百货苏老板介绍来的，专门来给老夫人送今年最新款的杭绸样板。不过看样子，你们似乎已经不需要了。管家若是怀疑我们的身份，大可以去问问前门运货的板车，
那车上沾着的生昌号熟菜油，可是我亲自定下的规格。难道荣府连这也想赖掉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胡言乱语些什么？来人，把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给我轰出去！这2名保镖的力道虚浮，下盘不稳，根本不是练家子，只是用来撑场面的打手。荣家真正的精锐不在这里，故意被他们抓进来。沈哥，你这招引蛇出洞用的可真顺手。不过这柴房里除了烂木头，能有什么我们要找的证据？这是孔雀呢，是用孔雀羽毛和真丝混合织成的顶级料子，全上海滩只有1个人有，就是我们在码头要见的那位委托人。既然丝线在这里，说明他人确实被带到过这间柴房。等我把这个箱子打开，看看里面是不是藏着荣家的惊天秘密。沈哥，锁开了，不是人，是账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荣家这几年和洋人做丝绸走私生意的流向，难怪他们要杀人灭口。这本账上不仅有走私，还牵扯到城隍庙几家老字号店铺的强买强卖。我们的委托人就是发现了这个，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知道了荣家的秘密，你们以为今晚还能活着走出这间柴房吗？把账本留下，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。管家，你真以为我们进得来就会出不去吗？荣福低估了巡捕房在周围巡逻的密度，我不过是让街角的报童放了个爆竹，他就以为是枪声，吓得屁滚尿流。但现在我们还没安全。我这件新裁的杭绸旗袍算是废了。沈哥，我们不回巡捕房，大半夜的跑到这生昌号面馆的后巷来干什么？这里可是他们的地盘儿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荣家的那辆板车根本没有出城，他最后停靠的地方就是这间面馆的后灶。你是说，他们把维特人的尸体藏在了面馆里？天哪！明天这生昌号还要开门做生意，他们难道要把人做成人肉包子？门没锁，这是专门留给内部人对暗号用的。苏曼，跟在我后面，里面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这辈子都不想再吃阳春面。等等，沈哥，里面有人。前庭没有打斗的痕迹，算盘和账目都摆放得整整齐齐，这说明生昌号的老板是在极度自愿的情况下，配合荣家做这笔勾当的。自愿？生昌号在城隍庙开了30年，口摆向来很好。老板苏大荣更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，他怎么会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，去帮荣家藏尸？老实人的软肋，往往最容易被人拿捏。你看这柜台底下的血迹，高度只到大人的腰部，这不是成年人的抓痕，是个孩子。畜生！荣家居然绑架了苏大荣的孩子，逼他当帮凶。难怪今晚荣家公馆里那个管家一直魂不守舍，原来他们一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。声音是从后面的面粉车库传出来的，苏大荣应该就在里面，而且看样子，荣家并没打算给他留下活口。沈哥，要是让荣家的人在外面放了火，不仅孩子没救，连苏大荣和那个韦特人的线索就全烧干净了。别急，荣家今晚的每一步都在算计别人，但他们唯独算漏了一件事。苏大荣今晚其实根本没有回过这间面馆。他们在倒油，荣家真的要放火烧店了。
面粉错库是天然的死胡同，但也是最好的陷阱。苏曼，把所有的面粉袋都给我划开，让这屋里落满面粉灰。沈哥，火势已经蔓延到前厅了。我们不急着找暗道逃跑，在这弄得满身是面粉，你是想让我们死得像个白面馒头吗？两位行行好，别费劲了。荣家的人把窗户都用铁条扇死了，他们说只要我把那具尸体烧了，就放了我儿子。可他们现在连我也要烧死啊！你儿子现在根本不在荣家手上，他早就被我安顿在城隍庙的庙祝那里了。荣家在骗你，而你现在必须帮我办一件事。陆大荣，里面的火烧起来没有？别怪哥们心狠。荣爷说了，只有死人才能彻底保守秘密。你和那具尸体一起化成灰吧。苏曼，捂住耳朵，蹲下。西洋人的书里写过，当这屋里的面粉细末多到一定程度，只要遇到一丁点火星，就会变成天雷地火。沈哥，你疯了！这可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绝招，你可千万算准了时候，别把我们自己也给交代在这儿了。开门红，给荣家的这帮走狗尝尝老上海的火药味。面粉爆炸的威力刚刚好，只是掀翻了升昌号的屋顶，顺便把荣家那几个纵火的打手炸成了黑炭。巡捕房的人现在应该已经把现场围起来了。苏大荣已经带着他儿子连夜坐船回绍兴老家了。临走前，他吐露，荣家走私的货，今晚会全部集中在公共租界的3号仓库。这不只是荣家的徽章，这是法租界工部局特批的免检通行证。看来荣家的靠山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硬，连洋人都被买通了。连洋人都扯进来了，沈哥，这案子要是再查下去，可就真成了掉脑袋的买卖了。你现在要是想收手，还来得及。收手！韦特人的尸体现在还躺在巡捕房的停尸房里，他临死前用命换来的账本就在我怀里。这时候收手，我沈远洲还算什么男人？我就知道你不会退。既然如此，今晚公共租界3号仓库，我陪你走一趟。不过去之前，你得先陪我去买件新旗袍。买全上海滩最贵的杭绸。掌柜的，你这儿的杭绸虽然是正宗的，但织法太新，机器的味道太重。我要的那种老织法的孔雀呢，你这儿当真没有？掌柜的，上海滩能用得起老织法孔雀内的，左右不过3家，其中一家昨晚刚办了寿宴。你手上的靛蓝印子还没退干净，说明3天内你刚亲自染过一匹孔雀呢。而那匹布恐怕根本没有登记在你的账本上吧？掌柜的，做生意讲究个情信，荣家走私的那批孔雀呢，就是从你这家店出的货吧？那个在码头被杀的账房也是你介绍给荣家的。老总饶命，大姐饶命啊！小人也是被逼的，荣家拿小人全家的性命威胁。那批布今晚戌时就会从3号仓库装船运往海外。戌时，3号仓库，船名顺风号。掌柜的，你这情报救了你全家的命，今天开始闭店3天。沈哥，看来我们的时间挺充裕，足够去公共租界布置一场好戏，让荣家和那些洋人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。今晚就请你穿着这身新旗袍，
陪我一起去见证荣家的覆灭吧。门口有4个带枪的巡捕，看制服是租界的安南巡捕，已经被荣家买通了。强攻肯定不行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。对付这帮租界的看门狗，用不着动刀动枪。这瓶法兰西玫瑰是公共租界总办太太最喜欢的牌子，他们闻到这个味道，魂儿就得丢一半。调虎离山虽然好，但仓库里面才是核心。荣老夫人今晚可能会亲自过来监庄。那个老太太可不像这些巡捕一样好糊弄。她来的正好，昨晚在柴房差点被她烧死，今晚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沈哥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今晚就是拼了这身新旗袍，也把他的大戏唱砸了。不许胡来，我要你完好无损的跟我回去。等会儿巡捕被引开，你直接去拉响仓库西侧的火警警报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知道了，沈哥，你自己也小心点儿。要是你今晚少了一根头发，回去了我可不给你补衣服。这些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普通的丝绸，最底下全是营球加工的生丝原料。荣家在利用工部局的免检批文，把属于上海本地作坊的原材料低价走私出海。沈哥，西侧的火警线已经被我切断了，外面的巡捕现在乱成了一锅粥。但我刚才在走廊看到，荣老夫人的轿车已经到了后门。来的不是时候，也正是时候。苏曼，看见那根控制钢丝绳的绞盘了吗？等会儿只要那个老太太一进来，你就把绞盘的制动阀锁死。沈哥，你这招瓮中捉鳖用得好。不过那老太太带了10几个带枪的私兵，你一个人应付得来吗？沈远洲、苏曼，老身知道你们在这儿。昨晚让你们从柴房跑了，是老身一时疏忽。今晚这公共租界，可没有爆竹能救你们的命。荣老夫人年纪大了，就该在家里好好躺着，大半夜跑到这阴冷潮湿的码头仓库来做走私买卖，也不怕这江风太大，闪了您的腰。黄毛小子，口舌之利，等你死在这儿，那本账本自然会回到老身手里。明天天一亮，荣家依然是上海滩的龙头。动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夫人，你看看你头顶，苏曼，收望。老太婆，昨晚那把火烧得挺高兴是吧？不好，货架塌了，老夫人快退！后面也有箱子砸下来了。你居然敢毁了这批货！这可是工部局洋人的东西，你活不成啦！老夫人，洋人的账，我早就托人送到工部局总办的桌上了。你以为他们保的是你？他们保的是自己的乌纱帽。你已经被抛弃了。听见外面的声音了吗？那是华界巡捕房的总督察亲自带队。今晚的案子在公共租界外解决。荣老夫人，你没有免死金牌了。做了一辈子伤天害理的买卖，连死人的命都不放过。荣老夫人，今晚这3号仓库就是你们荣家风光的终点站，跟巡捕房交代去吧。老身在上海滩横行了30年，竟然栽在你们2个市井小辈手里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呐！不甘心的人多了去了，
那些被你强买强卖，逼得家破人亡的老百姓，他们找谁说理去？折腾了一整夜，总算把韦特人的公道给讨回来了。荣家的家产今天一早就被查封，上海滩的绸缎市面总算能安稳一阵子了。还是这城隍庙的生煎包最地道。沈哥，这次韦特人虽然没了，但我们帮巡捕房立了大功，那个总督察答应给我们的赏金，你可别忘了去领。少不了你的。这本票上的一半都在这儿了，足够你把全上海滩绸缎庄最新款的旗袍都买个遍。以后别再跟我抱怨衣服破了。钱是好东西，但比起钱，我更喜欢昨晚某人跟我说过的那句话。沈哥，你老实交代，昨晚在仓库里，你是不是真怕我少了一根头发？要是我的好助手出了事儿，以后上海滩那些刁钻的阔太太，谁替我去打听情报？哼，我这叫买卖人的精明。看在生煎包和赏金的份上，本姑娘就继续屈尊降贵，留在你这个破侦探社里当苦力吧。不过下一桩案子，我得当大拿。好，依你。只要你苏大小姐高兴，以后这沈氏侦探社的牌子改叫苏氏，我给你当跑腿的伙计都行。沈哥，你看，那好像是总督察的车，大清早的找过来，准没好事儿。看来我们的安稳日子到头了。总督察今早送来的不是赏金，而是一个新的烫手山芋。荣家虽然倒了，但他们最后一批流向海外的货，实际上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被人调包了。调包？昨晚我们在3号仓库里查到的那些生丝和孔雀呢？难道全都是假的？这怎么可能？那是掌柜亲自签发的送货单。送货单是真的，货也是真的，但荣老夫人自己都不知道，她运出去的箱子里最底下藏着的根本不是丝绸，而是2吨从洋人军械扣里偷出来的禁运炸药。黑产组织，那是北方那个专门做黑市军火买卖的庞然大物，荣家不过是他们越来掩人耳目的幌子。沈哥，这案子我们碰不得，这是要捅破天的。电话来了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应该是黑产组织在上海滩的负责人打来的。他们已经知道是我们坏了荣家的局。沈哥，接不接？只要按下这个听筒，我们和黑产组织之间就真的是不死不休了。上海滩要变天了。变天？我沈远洲在上海滩混饭吃，最不怕的就是雷阵雨。苏曼，把门锁死。今晚我们跟天斗一斗。沈侦探，恭喜你找到了账本。现在来玩第2局吧。